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信上场。眼镜一戴，人人爱，智能助手悄悄来，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。2022年，在一幢遗世独立的海边大楼里，开始推理吧，开启了推事11号公寓的故事。1、2、3，时隔1年半。开始推理吧第2季正式回归。我是白宇、刘宇宁、周柯宇。耶！我是迪丽热巴。我不太擅长动脑子，所以我就希望节目可以多一点害怕。我是张凌赫，希望各位老玩家可以照顾我一下，我真的胆子很小。我是王迅，哎呀，终于有机会，我变成了一个新人，再带着我们，哎呀！6位玩家组成成长型推理团，开启养成系冒险推理之旅。合理摸鱼推理王，开始推理吧！乐什么你们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推理团将穿越到异时空世界推阵的4个时空。20年代，街巷烟雨。旗袍飘扬，让人闻风丧胆。你骗人！我清醒得很。那他们要骗你呢？我们自己会判断。你不渴望真相啊！80年代，时代拐点，下海热潮。性工作，爱工作，没有工作活不下去。你工资多少钱？你管我？我5位数。所有公司的钱都归我管。这是你的重大失误。肯定公司要把你开了。那我一个小职员，他为什么要搞我？千禧年代，娱乐兴起，生机焕发。同学们，我在洗衣房看到怪物。未来时代，科幻赛博，记忆互联，每个时空都将发生数个案件。玩家联手寻找真相，推阵背后的秘密。这是这个组织的标志，咱们可以去仓库。快！开始推理吧第2季游戏规则：每期6个玩家将分为4个嫌疑人和2个推探，进行探案。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中，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被其他玩家发现。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期加入全新玩法。作为真凶的玩家，如果通过某个考验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1人，将其黑化为 X。X 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。游戏胜利条件：探案结束后，玩家进行真凶投票。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，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。反之，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，我们将跟随玩家穿越到1924年，开始推理吧。我叫巴丽，是推阵的服装设计师，也是少帅101品牌创始人。在这个时局动乱的年代，推乐门是镇上唯一的安乐之所。这里每晚歌舞升平，繁花似锦。而今晚，我将带领少帅101品牌特邀模特，举办巴黎时装周的闭幕表演，对我设计的服装进行集中展示。心意穿上让人着迷，你就刚好生活。眼神不敢错过，怕买不到两货，心换真的chân我。你想有新突破，我善良放手，别遗憾错过。穿上我的
请巴黎时装周的几位主角给大家做下自我介绍。各位在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推正的服装设计师，一心搞事业的裁缝姐，我叫巴丽。掌声欢迎巴丽。本人巴丽，关门弟子，明白有才，裁缝的裁，师徒协心，共同制衣。哦，您讲话都很有特点啊，是这个四字的，可能对成语有一些研究。略有研究。来，贺少帅。我呢叫贺少帅，是咱们推正最具有话题的人物之一。推正的，对，10个人中呢，9个人吃饭的时候都讨论过我。没错，热搜体质，对不对？也是叫黑热搜体质。我呢是巴黎的御用模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巴黎的少帅101品牌。我们霸榜推正的话题一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帅101的 VIP 客户。也是推正品味一流的讲究哥柯少帅。讲究哥柯少帅。宁少帅。大家好，我是我们推正公认第一好的哥宁少帅。宁少帅，您是巴黎女士的哥？没错，妹妹。哎，哥。好，欢迎宁少帅。好了，5位先请入座。好，来。各位，很荣幸能够在今晚跟大家相聚在我们推正最繁华快乐的地方——推乐门歌舞厅。在下乐爷，正是推乐门的老板。那么，除了刚刚5位嘉宾，还有一位推乐门的唯一驻唱男歌手王传说。欢迎王传说，谢谢。此外呢，我们的隔壁的邻居今天也到场，他们就是来自动脑堂的实习郎中们。他们也都是少帅101这个品牌的忠实粉丝。今天我们不仅脑洞大开，而且我们的表演也别开生面。那众所周知，巴黎时装周马上就要落幕了，这个少帅101太火了，连续7天霸榜了我们推正的微博热搜，而背后最大的功臣正是我们的巴黎女士。短短1周时间内，我们就收到了这么多的定金。哇！这里面足足有20条之多，金条啊，20条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在巴黎时装周结束之前，我要先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在今晚的8点之后，我们推正将会戒严48个小时。所以未来的48小时，诸位呢是无法离开我们3家巷。你们的衣食住行，我乐爷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乐爷就是乐爷呀。灯光是有问题是吗？咋了？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没事，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啊？不会。突然一开灯在我们面前。什么东西啊？别吓我，别吓我！什么东西啊？有个鬼！你身后。没有这样，谁说的有鬼啊？长发魔女。他在哪？在哪？什么东西？台上！哇，好厉害！他好远呐！
他好软。机械舞跳得真不错。人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这样嘛！我的天哪！哎嘿嘿嘿！诸位，刚才都没有受伤吧？还好还好，心里边受伤了。刚才那个是长发魔女，已经在我们推镇连续骚扰我们很久了。他去看，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这是我左臂上的伤，就是长发魔女弄的。挠的还是？我只感觉到很痛。跟刚才我看他那个爪子好像挺厉害的。啊，是练过9阴白骨爪吧？你们是不知道长发魔女的事吗？有什么传说吗？我们推镇日报呢有一些刊登的报道信息，诸位可以了解一下。长发魔女夜袭推镇，镇民人心惶惶。从1923年2月至今，每当暗夜降临，推镇便会笼罩在长发魔女的恐怖阴影中。她的长发让人闻风丧胆，能轻易席卷一切。记者勇敢接触了那些与长发魔女不幸擦肩而过的居民，其中一位3家巷的居民颤抖着描述：虽未直面魔女，却惊觉厨房的美食佳肴一夜之间烟消云散。偷吃的呀，偷吃的。哦。镇上很多服装店也遭其祸害，新款服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个长发魔女，她的来历以及她的鬼魅行径，镇民们既好奇又恐惧，人心惶惶，纷纷担忧着长发魔女下一次席卷的，就是人的生命。有点吓人呐！钱！啊！原来就为了钱呢！把20根金条偷走了，那怎么办？巴里，想对您说声抱歉，我也不知道会突然。你抱歉没有用啊，这是在你的推论门，我的钱全丢了。这个金条的事儿，我会追查到底，您的损失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现在外面连下3天的大雪已经停了，诸位住在3家巷的贵宾们可以先有序的离开了。6位贵宾就先留在我们推乐门，明早8点，各位一起在这里共享早餐。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就在上面的老板房。各位晚安。哦，好的，行。宁少帅在这儿包间，贺少帅在那儿，在那儿。钱就没了。不会有人偷钱包吧？一会儿。全村的鸡都生病，整村的人都睡过了头。哎呀，累了。早啊！早啊！哎呀，几位少帅，怎么样？休息的？还可以。哎，是只有我们吗？等着乐爷吃早餐吗？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乐爷，乐爷，平常比较准时的。他住哪里啊？说有什么事儿到2楼去找他嘛。你找一下吧。老白，你很可疑啊，走那么快。我为什么走得快就可疑呢？他是第一个。你昨天晚上出来了没？我出不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
老板放。乐爷，乐爷，起床了。还没起呢。饿死了。乐爷，哎，门锁的。这是锁着的。找一下他钥匙吧，看看钥匙孔有没有问题啊？踹开呢。白哥，你的老本行干回来，快！怎么又是娃娃？我们这个有上一季的传统，就是他是踹门那个。踹！哎呦！先别，我是断后的。这窗户也关着的啊。要不踹门进去吧？来吧。怎么了？哦。啊！乐爷吗？乐爷的衣服上吊了。你看他是被头发缠上了。啊！他是被长发魔女附身了吗？不是附身，应该是被长发魔女给搞死了。开灯。哦，太吓人了！哇，这头发，这怎么搞的？开始推理吧第2季第1案，推证1924今夜推了门，正式开始。现在是1924年2月2日上午8点10分。本案死者乐爷是推乐门的老板。经过初步推断，乐爷的死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，而杀他的凶手就锁定在巴力。王传说、白有才、贺少帅4人之中。在本案的游戏设定中，宁少帅与柯少帅暂时没有嫌疑，因此你们是本案的推探。现在，请2位推探留在案发现场，进行初步搜证。我们干活了，来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说，他死的时候房门是锁的，那不就是密室杀人吗？对，他怎么把他杀了之后，他逃出这个房间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他可能从窗户进来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开着的窗户？我这个是锁着的，来看一下，这边也是锁，这窗都是锁的。他是怎么进来，怎么出去的？我们先看看尸体身上有什么，好不好？看他怎么死的。哇，这捆得很狠啊！这有2把剪刀，直接给他咔一插一下。来，来，等会儿啊，走着，好，好，拖地，这，我的老板呢？咋死的呀？又脱人衣服，每季都脱人衣服。没啥东西。裤兜里有什么东西？我看衣服兜里全没东西啊？没有。鞋也没啥东西，袜脱了，裤子也脱了。他这裤衩兜里啊？我浅看一下。浅看。对不起了，冒犯了。啥也没有。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完蛋！就一个勒痕比较明显，勒痕很重。那就应该是刚才那个头发是凶器。怎么给它挂上去呢？我们先把这一片看完了。这一片都看完。哎，这张报纸啊，
推乐门全新招募。啊，拿一下。推乐门年收入账册，哎，这里有飞升名单。床，来吧，掀它就完事儿了。哎，来了啊！这柜子检查完了吗？这有脚印儿，看没到？这个，哎，是烟灰是吧？我真的每一个地方都不能错过呀！可算找到你们了。你们快看看这个，这是我刚刚在无可奈何捡到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可千万得劝劝他们，别让他们想不开。因为什么事儿呢？无可奈何。再见这个世界，啊，就这4个人，他们都要自杀。案发现场初步搜证结束，我们走吧。请2位推探带领嫌疑人移步至窦脑堂，准备问询。来，出发窦脑堂。你这介绍衣服设计的还是真挺酷的，这个漂亮，这身儿好看。还有一个保安帽，你回头给我重新弄一个演出服吧，我觉得我这身太俗了。动脑堂哦，到了。哦，动脑堂，进。本期节目的问询环节将在动脑堂进行，这里表面是药铺，哎呦，很高档啊！实际上是推证的办案中心。推探搜查案发现场的同时，动脑堂的成员也搜集了与本案4位嫌疑人相关的部分证据。请玩家们查看证据。查看证据哦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要拆开吗？我们平时都是拆开的。行，待会儿拆吧。我这个证据能看吗？全给我撕碎了。呀，这上面怎么有血呢？问题比较大，问题有点多。这一次布才呢，由我跟柯少帅作为这一期的侦探。今天的死者呢是这个我们推乐门的老板，叫乐爷嘛。首先跟大家就分享一下跟乐爷的关系。我跟乐爷其实没多大关系，但是我是他的表哥，柯少帅是我弟弟。对，贺少帅是我的表哥。对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少帅嘛。然后我是巴黎老板的模特。谁不是？我也是。啊，对。白有才呢？没有其他关系。我跟乐爷他帮过我的忙，对，仅此而已。我很简单，就是一直在他那儿唱歌，这2年都在他那儿。2年就成为歌星了。啊，比较努力嘛。练习时长2年。来，还行。接下来呢，那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案发现场获得的证据。今天的被害人乐爷，案发地点呢就是他的卧室，死亡时间呢我们都知道，昨天我们的活动是9点钟结束的，那也就是晚上9点到早上8点之间。对，那经过我跟柯少帅的搜查，发现他是被这个
勒死，用头发给吊在了那个房梁上，死亡。那个房梁很高，可能我们3个也够不到，所以呢，现场那个在靠窗户那个桌子可以移动。哦，哎，这地方有个划痕，也就是他把这个拉过来了，把这个拉到这儿，垫着这个桌子，把头发扔到这个横梁上，把尸体搬到桌子上。而且我们也在房梁上发现了拖拽的痕迹，这个地方有2道很强的摩擦痕迹，头发打结，缠脖子，啪往上一撂，拽，掉下来之后，他把桌子移走，这个尸体不就在空中了吗？哦，哎呦，所以我跟他的初步怀疑呢，是你们4个人当中有1个人模仿了长发魔女，去把这个乐爷杀害了。我们也在他房间的那个柜门门口发现了烧完之后的迷香，他可能是被人先迷晕了之后，然后再给他勒死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进到房间是破门而入的嘛，所有的窗户门是都是从里面反锁过的，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密室杀人案。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疑的柜子，这有脚印，看到没有？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发现了1半的脚印，也就是脚后跟的脚印在这儿。也就意味着这个门板移动过，1个人踩在这个门口，他的脚后跟的脚印遗留在这个柜子底下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房间是有暗道的。这个凶手是通过这个密道来到这个房间，然后做了刚才一系列的手法之后，将他杀害了之后，再从密道逃走呢。但是这个暗道打开方式呢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那接下来由我们柯少帅给大家这个拿出一些物证。第一个证据找到了一个推证日报，推乐门开启了歌星的招募，只要你年满18岁且无亲无故，并且可以通过身体检查，就可以有机会登上推乐门的舞台表演。它这个地方的招募条件比较奇怪。女性吗？只是女性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疑点。因为我们通过这个，其实可以联想到这个乐爷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第二呢，我们找到了一本推乐门的账册。推乐门是在1910年开业的，一直连续亏损了12个月，直到1911年的1月份，推乐门就开始盈利。他说：“我就知道那位上房的客人不简单。”上房客人是指一个神秘人，也就是从这个上房客人出现之后，推乐门就开始盈利，然后生意火爆，一直到今天为止。然后第三个是一个推乐门的飞升名单，这个证据就比较有意思了，就是在这儿成名的人。对，这上面呢其实就记录了所有的推乐门的歌女。它就是一个表格嘛，第一行是时间，第二行是叫做乐爷推荐，第三行叫推神秘严选。乐爷推荐所有的这些歌女之后，会有新一轮的像筛查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推神秘的严选。这个推神秘有可能是那个上房客人，乐爷肯定是给他打工的，他的这份生意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然后这个名单上面有一个不太明白的点啊，就是他在乐爷推荐的这一行会划掉名字，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，就会有划掉的名字，然后下面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名字。我个人的推断是他换人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飞升名单上面看到了巴利的名字。
然后巴力呢是在推神秘的严选这一轮呢，巴力的打了勾又给划掉了。几月份？时间点是？巴力是1923年的2月份，所以就要问一下巴力和乐爷还有这个推神秘发生过什么事情呢？在1923年的2月份，我在推乐门短暂的工作过。做什么呢？做过裁缝，就是缝缝补补。哎，那既然在推乐门做裁缝，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名单上，又被打了半个叉呢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做过歌女，我是一直在做裁缝。就你只做过裁缝？对。没事，你是好人。它可能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这样。第4个证据是我们的工作牌，因为这一个星期是巴力时装周。对，然后这个星期呢，你需要凭这个工作牌来进出推乐门。你们的房间里面是不是都有工作牌啊？哦，那有啊，那有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那个老板的那房间发现了他的工作牌，但是他的工作牌少了1天的，也就是1月31号。30到1号，31号没有啊？有种可能是31号的被人拿走了，还是什么？凶手，我假设他拿走1月31号的牌子，那他就可以提前进来，布置案发现场，且做准备工作。因为他是1号的晚上死的，就提前1天嘛，对吧？还有第5个是最重要的证物，就是你们在场的4个嫌疑人啊，你们最近开心吗？就是我们找到了4份遗书。分别是你们4个人写下的，但是在不同时间点的。怎么到你们手里的？被一个动脑堂的人捡到了。这是我刚刚在无可奈何边上散步的时候捡到的。啥呀？有才绝笔，有才。你要自杀？哎，巴力绝笔。每个人写的都是至暗时刻。啊？都要自杀？为什么你们想死啊？能说吗？至暗时刻。现在还不太想说，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过得不是很好。我那段时间很痛苦，就混不下去了，就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那个意义。无可奈何的跳了无可奈何，对不对？我呢，被一个恶人冤枉了，我有口难辩，没办法，我去跳了无可奈何。然后这个恶人是谁呢？哎嘿，发生什么了？我一头雾水，我现在。那个白有才呢？这样，先让我猜一下。我预计呀，他是垂涎我妹妹的美色，妈呀！然后去想追她，然后结果没成功。这个时候他小伙不想活了。天哪！有没有这个道理？我真是无语了，我哥哥之心能体谅。那所以现在你就是还保持着这个想那个什么？当然不是，现在就是充满阳光了。对，充满阳光了。因为暗恋我妹妹，对吧？没错，没错，他给了你希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没错。认了是吧？对，是，认了。OK， 那就行了。我真是，但能得到的一个信息什么？妹妹跟哥哥关系很好。当然，那是自然。很好，你妹妹自杀你都不知道。他当时不在。
在下宁少帅。我当时不在，我去打工了，给人当保镖，然后之后他看我非常能打，然后就给我收为继子了。我现在所以是宁少帅了。那妹妹是亲生妹妹吗？亲生妹妹，不像吗？我俩长得。像。说实话，还真挺像的。像吧？眼睛一样大，对不对啊？厉害啊！哎，那我插个题外话，你们真的跳过河吗？跳了呀，都跳了。对啊，是跳了。你进去了？嗯。然后你们还活着？啊，神奇吧？接下来呢，从我们巴力开始分享证据。巴力还在拼图呢。巴力，哎，我好了。开始啊。就是这一堆撕碎的信，是从王传说包间梳妆后的抽屉里发现的。它上面写的是：10岁时有梦想，大家见你很可爱；20岁时还算鼓舞人心；30岁时还在梦想，撞到头破血流，很丢人。翻过来后面还有一个自画像，自画像旁边还有一个上剑下剑，然后写了个7。然后下半身写了3，我估计这应该是写他的身材比例。这个身材比例是因为自卑才画的吗？不是我画的，是人家画好了，就我在那唱歌的时候，人家就给扔在，要侮辱你的。我那会儿，我说实话，真的很受伤。我从小就一直特别喜欢唱歌、跳舞。有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我到了推镇。我发现推勒蒙有一个女歌手叫粉凤凰，被她影响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应该为了我的梦想去努力一把。于是呢，我就到了推镇，在街边就卖艺。我练声的那种方法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。气儿呼，气儿呼，眼儿刚开始吧，还吸引了很多人过来，就都过来看。但等我真正一唱歌了，全部都跑了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来了一个贵人，是一个就你们仨这个头的，1.9米个头。完了来了之后就开始数落我，说我唱歌，说你这调比我们家那门槛都还低，啊，说就你这歌唱的比这个1个礼拜前那个菜都还要烂。这当时把我真的你没打他？我打不过呀，1.9米啊，我打不过。我当时就跟他解释，我说怎么了？我说我追求梦想有什么错呢？完了，当时他就给我来了一句：30岁的时候你说你有梦想，而且还为梦想碰得头破血流，你就很丢人。啊！我当时真的，他把我说的无地自容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走到那个无可奈何，走着走着，我扑通一下我就。你还记得那个人是谁吗？1.9米的一个嫌疑人是不是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仨之一呀，华成辉我都记得。贺少帅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哇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你竟然是如此这般之人！先别急着指责我，大家别忘了，我刚刚说了，我为什么去挑无可奈何，
就是因为王传说是罪魁祸首，有反转。还有一个是在他的沙发上发现你一个唱片，演唱者是王传说。这个封面上还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些连努力都不敢的人才丢人。”这歌名叫什么？光束一夜黑，光束一夜黑。倒过来念。从右往左念。黑夜一束光。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。没事，光束一夜黑。你的至暗时刻是这一次。光束一夜黑。然后呢，这个要不要就说这个他是谁？就在我跳入河中往下坠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拖着我，就是激励到我的那个女歌手粉凤凰。救了我之后，她就带着我教我唱歌，我俩就搭着唱。于是乎，我就这么着进了这个推乐门。可是乐爷你知道就特别狠，他不给我工钱。他说推乐门都只招这个女的。于是呢，这个粉凤凰他说没关系，他说从我的这个钱里边拿出一部分给他。你俩就是一个组合，对不对？一个组合，我俩凤凰传说。你叫传说嘛？对，他是凤凰嘛？对。其实这首《黑暗里的光》就是我想写了，就是想送给他的。哦，这歌是的确不错，真好歌。据说现在传唱率很高。黑夜的一束光，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。你叫我勇敢的闯，接吻温柔的肩膀。那些曾击垮过我的绝望，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。光束的一夜黑，差不多了啊！你就是注意那个，你就是注意那个节奏哈，就是稍微再稳一下。好的，老师。哎，我一定尊重原著。哎，注意节奏。好。哎呀，还挺尊重原唱的，对我心里边还是挺踏实的。白有才到你了，说的是贺少的。贺少包间的桌子上有一个推阵大瓜，10月刊啊，推阵第一页 B King 啊 B King 啊 B King 贺少帅推阵人尽皆知的 B King。每日热衷于在街头与人各种比拼，本社记者见证3次贺少帅与人比拼的第一现场。挑战1：笑着吃完龙眼配砂糖橘，无人赢过他。挑战2：比自转5圈后谁能弹中瓶盖，无人赢过他。就是转5圈，然后拿手指弹那个瓶盖。哦，这个很难弹到的。怎么弹？来，你给演示一下这个游戏。我不会，你得问他呀。行，你看，先得有个人先拿着瓶盖，然后呢？这样啊。你太高了，你得往下弯一点。哎，对。待会儿也不能把这个拿开啊，也是一只眼弹。 4、5，不手不能收。好，就这一只眼瞄着。哎呀，能弹到，很厉害。贺少帅真行啊！来，快，让哥来看哥。不行，我就这么我也弹不着，我这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。没事，可以慢点的，不用太快。对。1、2，别！哎呦，真晕啊我！3、4、5，好，哥，站直。哎呦，
哎呦我天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快放在哥的眼前让哥弹。OK， 成功了，是吧？来，发力一下。哎呦我天！4、5。这个更快。你什么情况？哦，他是跳舞的，他过去老转。他是跳舞，他就天天这个嘛，天天这个嘛。我说呢，他是这个贺少帅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拿第一？你看人家把你灭了。我们继续聊啊，第3个挑战，比谁能在推阵躲藏4个月不被发现。这个挑战他输了，他仅消失了20天呢，被人发现晕倒在街头，后颅骨遭人重击，导致失忆症。就是你被打完之后失忆了是吧？对对对，然后醒来过后是我爸妈在我身边，而且那时候之后我的脑子就不太好，我时不时的都会去街上的动脑堂去治疗一下，但是一直没有治好。我一直想找出是谁在我背后打了阴谋棍，我觉得那个人肯定是跟我有仇。他得罪人太多了，你。这就是我在失忆之前的一个经历。失忆之前你记得呀？后来我爸妈帮我回忆了。那他们要骗你呢？他有没有可能骗你呢？哎，这个我说的肯定没错，因为我弟弟可以帮我作证。我今天晚上给他一闷棍，我第2天告诉我是他哥，他就信了呀。那这个弟弟就不能是假的吗？你能替他作证吗？他一脸茫然。我是你哥，你还记得吧？我知道你是我表哥嘛。对啊，表哥嘛。咱俩不是一个爸妈呀。不是，你认识我爸妈呀？我的意思。我认识。妈。就是你也不能确认他那个后来的爸妈到底是不是他爸妈？你怎么证明你爸妈是你爸妈？你们怎么对我敌意这么大？那没办法。好，那我继续再说另外一条线索，就第2本。推阵比 king 升级为推阵第1颠弓。近日，推阵第1比 king 贺少帅接连出现异常行为，他的精神状态令人担忧。王传说向本社记者透露，自从他见义勇为之后，遭受了贺少帅凶狠的面对面威胁。贺少帅单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大声的怒吼。详细对话如下，你们现场表演一下。你为什么那样对我？别装！我现在站得直了。我就是看见了，眼见为实，你是不是发病了？我清醒得很，我只想要一个结果。苦果亦是果。你为何那样对我？倘若你真的杀过人呢？哼！逻辑就是他说他杀过人。当时我是去咱们推阵上的动脑堂去找堂主治脑子，等了半天，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堂主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刚回去就被巡捕房的人抓回去关了5日。他们跟我说，动脑堂的堂主在诊所里被杀了，然后说为什么抓我，是因为说是一个叫王传说的。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那天我是下午去抓药，我就看着贺少帅进入了老堂主的这个问诊室。等我把药抓了之后，我心想我跟老堂主打个招呼呗。结果我进到那个问诊室一看，
老堂主已经死了。眼睁睁看着这有假嘛，对不对？虽然确实我怕他，但是我在这个事儿上，我觉得人命关天，开玩笑呢。你怎么会还怕我呢？我当然是怕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名，没有。你是没有名，但是你有1.9米啊。他7'3"呢，问题是7'8"啊。不，我7'3"分哥，对不起。我说怎么就给我降到1.73米了？我这没有的。哎，不是，但你刚不说你没有见到堂主？我真的就是没有见到。我看他进去的。那最后老堂主死在了哪？就在问诊室里边。在问诊室里边。我说我当时因为看见就只有他进去了。我在诊室里等他了，但是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老堂主。他瞎说，因为我进去看见老堂主死在那儿了。我真的没有见到老堂主，没有人进去了呀。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你可以说我是一面之词，我也只是给巡捕房就提供了我见到的事儿。你们两个现在口供对不上，肯定是中间有哪个环节信息缺失。几种可能，3种可能。第一是他俩一个人说谎，第2种可能呢，他有病，他进去了，他不记得了，他发疯了吗？他不脑子不好吗？第3种可能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人，他是2个人，这是我随便想的啊。对，是双胞胎之类的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对。所以你被他诬陷你是杀了人了，所以你去跳河的是这个顺序吗？是因为他导致了我被所有人都唾骂，对，狗都骂他，街上每一个人每一条狗都说你就是凶手。他怎么说的？我想听听狗怎么说话。凶手。对，而且甚至我被我爸妈赶出家门了。OK。对，那你为什么没自杀成功呢？那就是跟这个黑夜的一束光有关系了吧？这首歌竟然这么红。他说：“别让清白者害了自己，你从来都不需要自证，活着就有机会。”这个他是谁？他在我跳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把我从水里捞出来了，也就是我在濒死之际，他像一束光一样，成为了我生的希望。他是你生命当中的黑夜一束光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后是救我出来那个人把我收留了，所以我一直在他那儿干活。对，这是你的妹妹巴丽。哦，你救的他。现在我有妹夫了，不是没有。对，你救了他。他救了我，给了我生的希望，他也照顾了我后面的日子嘛。因为我被我爸妈赶出来，我再也不是少帅了。是你救的他吗？不是，我没救过他，是在岸边，我看到他躺在那里，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啥，我的那个裁缝铺。我在水里的时候，就有一只手把我给捞上来了，捞上来之后放到岸边了。真相大白了，其实不是我妹妹救的你，你只是在河边碰巧碰到她了。哦，你是收留了她。对，她在河边睡着了。你就认为她救了你，对吧？对。你说你和乐爷没关系，但是这出现了一个带血的手镯，然后还有那个乐爷的一张画，上面画了个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杀人灭口？实话实说吧，3天前我在大厅看到巴丽，神色很慌张，我就很担心他嘛，然后我就其实跟着他到了他的包间，等他出去之后，我就发现了有一个带血的手帕，里面包了一个带血的镯子。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带血，是不是巴丽受伤了或者怎么样的？我就找人问了这个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
我得知的消息是，乐爷说这个镯子的主人是他的仇人，乐爷要干掉他。那既然镯子在巴利那儿，是不是乐爷想干的人有可能是巴利？巴利会不会有危险？就是你想把这个藏起来，就是保护巴利。所以我其实从那时候开始，就对乐爷产生了杀心，但是没有进行啊。你怎么证明你没有进行呢？来，那我们贺少帅的证据了。我的证据呢，都是白有才的。第一个证据啊，是很多张的抵押票，是在白有才包间衣架下面的手提箱内发现的。抵押的物品有王婆婆的瓜、强强哥的鱼、陈大哥的金牙、窦娥的锅、荣奶奶的针。我炸死你！荣奶奶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？这都是这些人给我的呀。所以解释一下吧。我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贫寒的一个家庭，从小呢，我妈找了一位先生，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白有才。但你们家这个姓有点麻烦，不重要。但也是从小经历了这些，就是身边的人的这些，都说，哎呀，你一定就是很厉害啊，天才少年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考上了推市的大学堂。因为家境又没那么好，我们镇上的这些人呢就支援了我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就拿这些东西去换了钱，换了钱了拿去念那个大学堂。还有一个证据，一块布，然后布上面呢有字码头。为什么会有这张毛巾？在那打过工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当我出来这个很大的世界之后，发现我就是学不动了，就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我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那么优秀了。我只能去扛麻包去挣钱。他在那个码头打工，让我给碰上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完了，我当时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不能这样，你是辛辛苦苦考上大学，而且所有人对他都是寄予了非常高的一个期望，所以我就激励他。但我当时说着说着，我发现他好像这个话触及到他的灵魂了。你骗人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白有才，你真是愧对你的名字，愧对你的父母，愧对你的父老乡亲，亏得我们掏出家当给你众筹学费。我当时确实我有点激动，就是因为他对你否定了。你这重拳出击之后，我又决定要跳河轻生啊！真的啊！哎呀呀，那我这对不起你。我其实当时就是想，就是怎么就是刺激一下，但是不重要，我不怪你。那行，我怪你。下面一个证据就是这张唱片。这段话就是他当时救完我对我说的话。这个他是谁啊？就是我被救起来之后呢，然后我就回头看到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妙龄少女在往回走，然后我就偷偷的尾随她，发现她是巴野，不巴利，对，是巴利啊，巴利救了我。不是，我没救过他。有一个自作多情的少年，万万没想到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来，这个就精彩了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。第4个证据呢，是一张代写的寻人启事。此人穿着怪异，佩戴着
如图所示的太阳花样的配饰。这个胸针也在这儿，是一个带血的胸针。此女子极度危险，是我们推乐门的大仇人。见到此人，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，有重谢。乐野。然后上面写了，一定不能让乐野发现这胸针竟是他的。所以说，这个胸针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他佩戴的。也是在30号那天，推了门的保安就问我，说有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人？我说我没有啊。他说是我们推乐门的仇人，你要给我们及时上报。我说好。然后呢，我到了巴利的房间之后，看到就有一个手帕的上有血迹，然后我才打开一看，哎，发现了这个太阳花的这个胸针。我以为巴利是推乐门的仇人。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救命的恩人啊，也是我的一道黑夜里的一束光，对我都要保护他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拿走了。明白，为了保护他是吧？对，我就是要干掉他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传说哥啊，对，来，我这儿有一个这个关门告示。裁缝铺关门告示，亲爱的顾客，我们非常抱歉地宣布，裁缝铺只营业了1年，就因某种原因决定即日起关闭门店。巴利地摊，大甩卖，上身长，下身短，特制成衣，上身你就为你打造的。这是给我打的，没错。这又是一个巴利裁缝铺关门告示，亲爱的顾客，巴利裁缝铺只营业了1个月就。因为不可抗力原因，决定即日起关门。你说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好像从小我都特别倒霉，就是我做什么事情，反正都会往坏的方向去发展。第一家店是我哥哥推荐我去那边，没做多久，然后店就倒闭了。我哥看我就是那段时间就情绪很低落，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一家店。对，我隔壁那家店铺它着火了，我这家店也被烧了。啊，然后我就又关门了。然后我就去到这个推乐门的门口，因为那边客流量比较大，我就在那边摆摊儿，然后就遇到了你。你就觉得我的设计很好，我觉得你的歌很好，然后我们俩互相夸赞了一番之后，我说我可以给你定做一套衣服，你说可以啊，那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然后我就回去忙碌了1周，为你特地定制了一套衣服之后，你就不见了，又完了，就很倒霉。所以说这个3段经历是我倒霉的上半生的一个总结。下一个是巴黎包间置物架上边发现的一个笔记本，这个笔记本上边呢，这个血迹很明显。这是他前面都是他的各种设计手稿，很漂亮。你看嘛，这很漂亮，很帅，全部很帅。最后这有段文字，应该是他的商业计划，叫起一个响亮的品牌名。然后是办时装周，请好看的模特儿。这是1923年的2月，基于推老会。你怎么会在推老会呢？那段时间呢，我在推乐门的后台，就是给一些唱歌的演员啊，去给他们缝缝补补。但是呢，我更想要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。推老会它是一个比推乐门更大的舞台，所以我就跟乐爷讲，我说能不能让我去推老会去当裁缝。然后就在1923年2月5号，乐爷带我去了推乐门2楼的上房，他让我在那边等那个推老会的东家。我等了大概几个小时啊，反正我等睡着了。
等我醒过来以后，那个房间，它已经不再是我睡着的那个房间，它是一个特别华丽的一个房间。我就到了推老会，然后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人，他戴着面罩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或者他的身份，但我就觉得他应该就是推老会的东家。他就给我带了一些特别好看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衣服。前3天其实我还有做笔记，我有听那个人告诉我怎么把我的品牌做大做强。然后到了第4天，我就是在这个动脑堂醒过来的。那你在第3天在推老会住下的时候是清醒的吗？我应该都是清醒的，因为我还有做笔记，我有听那个人告诉我，我也去跟他沟通。然后到了第4天，我就是在这个动脑堂醒过来的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然后我就看到有乐爷站在旁边，然后他跟我说推老会被抢劫了，然后我被刺了一刀。你被刺了一刀？对。那你能确认那个血，笔记本上血是你的吗？嗯。之后你就想跳河是吗？哎，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一个好的结果，而且我还会连累到身边的人。我这个人就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霉运吧，梦想什么都看不见，所以就觉得也没什么活下去的一些。我跳河那天，在那个无可奈何的那个河边在走，我在想，我该就是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告别。因为你想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想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当你要去离开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去想很多。所以当我走在那儿的时候，倒霉的事情又来了，我踩到了一个香蕉皮，我滑下去了。这么倒霉啊！也太倒霉了吧！谁救的你？对，这个最关键，谁救的你？因为你沉到水底，你会有那个昏迷的时间，你只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些东西。我有看到这个手镯和这个胸针，然后我就被一个女生救上来了。哦，所以说这个太阳花胸针跟太阳花手镯是那个女生的。对对对，是我们真正的救命恩人。那女人救你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吗？就是这个女生，她有跟我说，坏的事情总会带来一些好的经验，不要总是去抱着那些坏的心情，去期待总有一天会发生的美好，活着就会有机会。有没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粉凤凰？有可能啊。巴利身上有一个点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就是那个铺上面，他打的半叉是啥意思？巴利是特殊的一个。传说哥，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？现在目前来说，还觉得我呢？真是大仇人啊！骂一句恨一辈子。就现在传说的杀人动机都没搞明白，他跟乐爷的人物关系都没搞明白。其实还有个粉凤凰的一个关键人物吗？我那个太关键了，那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故事。对，你觉得是谁吗？巴利呢？传说。对，王传说。为啥？女人的直觉。你看我们几个相对像好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我们就确认了他俩的杀人动机，他们两个都杀人动机都还没有。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。在本期节目中，作为凶手的玩家都将面临 X 的考验。如果真凶玩家在考验中取得成功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一人进行黑化。这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是有没有被黑化。我俩肯定知道对方谁是坏人啊。如果他被黑化，我们不是，有可能 X 挑战没完成。
我们连凶手都不知道，我们帮谁啊？宁哥被黑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一步走的，哎呀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，小兄弟？你这么开心啊？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我真没事儿。你不要说你有没有事儿的问题，我们自己会判断。我没事儿，我真没事儿。目前王传说还有巴力的杀人动机我们还没有找到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对他们2个人的休息室进行一个搜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从那个王传说开始啊，好，行吧？你带我们去你的屋。来，欢迎。走。这歌星的屋，这门怎么这么小啊？没有，这是我的化妆间。哦，平常就是在这准备。我毕竟是我们推乐门这个唯一的哥呀。哎。这是粉凤凰吗？凤凰吗？对，粉凤凰。来，搜一搜。衣服搜了吗？衣服好像没啥东西。衣服没啥东西啊？哦。没东西啊，就这么点东西啊？不可能吧？来。26、27、28、30、29、31、1，那就齐的。哎，大家看这个，你的搭档表面上被乐爷介绍去了推老会，实际上被乐爷送去了一条不归路。你一定要小心乐爷，他就是罪魁祸首。23年2月7日，一个好心人。这个好心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这个确实不知道。这是在2月7号，突然一下就是我演出完了回来，我就发现了这，粉凤凰，他是在23年的1月30号，突然一下就不辞而别。完了，我就去找乐爷，乐爷就跟我说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叫推神秘的人，完了直接把他推荐到那个推老会去了。完了，乐爷就告诉我说这是粉凤凰人生特别好的一个机遇，所以让我呢千万就不要去找他。哎，你这么多年在推乐门，不知道推老会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吗？我只知道那是我们这儿有演员飞升去那个地方，但是因为我没去过，而且对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凤凰，粉凤凰，这是哪来的？这个是哪来的？这个一说起来，心里边难受。哦，
这个是我送给粉凤凰的。你送给他的？我送给粉凤凰的。但是这个的发现，居然是1月30号晚上我去找乐爷的时候，发现杂役在那扫地，地上就有这个带血的这个粉凤凰的头饰。当时我拿着这个头饰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因为这个粉凤凰它不可能摘下来，而且怎么会出现在乐爷的房间？关键上面还有这么浓浓的这个血迹。我就赶紧把刚才那封这个好心人给我写的这封信，我就对照起来了。我整个人，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重视这一封信？你的搭档被乐爷送去一条不归路，你有问过乐爷吗？我去找了乐爷之后，他就随随便便几句话就把我糊弄了。所以你想杀他？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，我觉得我现在要保持镇定，我不能让乐爷看出任何的一些端倪，所以我压制住了所有的愤怒，心想我该怎么去弄他。所以你就把他杀了？没有，我没赶上。杀人动机有了对吧？还以为乐爷把文皇给干掉了。对。行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巴利的房间吧。好，走。巴利的房间。巴利这里有很多衣服。哎，巴利这里有牌子。这排了几个？1月26号、1月27号、1月28日、29、30、31、1号是齐的。齐的放那吧。送给贺少帅。送给贺少帅。来，你自己打开，也是送给你的。送给你的。送给贺少帅。送给贺少帅的。啊，心碎了吗？啊，我心碎什么？他又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的变心太快了，这男人。这么快就不爱他了？我只爱救我的人。别再假装淡定，白有才，不要假装淡定。瓜子儿是掩藏不住你现在心里边的难受的。你要进入角色，你先马上哭一包。难过难过。给2颗瓜子儿。现在不应该我们这种吃瓜群众吃瓜子儿吗？哎呦，你这有点暴力，你太暴力了啊！不珍惜。贵重的是礼物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动脑糖，脑好人专治外伤导致的脑部损伤，脑袋疼。他知道你被打了一棍啊。我那一棍子是我打的。啊？因为是这样，就是当时呢，我就是比较倒霉那段时间，我就感觉我背后有人在尾随我，而且鬼鬼祟祟的。然后你就打我一棍子。我就觉得这个人图谋不轨，然后我就走到你背后，我就打了一棍子。你当时有在尾随他吗？我在比赛中，就是谁能在4个月之中不被发现？就我虽然说曾经是个恶少，但我也不至于尾随别人，是吧？这不好说，这不好说，这东西不好说。那会儿打他一点都不冤啊，就该打呀，应该打。
然后呢，后来我就看到你躺在那个河边儿。你没认出我来吗？对，我认出来了呀。然后我就叫你嘛，我说，哎，你醒醒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然后你就已经不记得我了。然后你后来又跟我讲你无家可归，所以你才睡在这儿。我就觉得那我就收留你呗，毕竟是我给你打傻了。然后呢，我还去这个动脑堂买了药给你，所以作为一个礼物，是我的一个道歉。为啥又没送出去呢？这不还没送就发生这些事情吗？想说这个秀之后，我再跟他坦白，然后跟他讲，哎，就是当时是我打了你一棍子。行，来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再找找，还有吗？还有啥呢？哎，这是一个漫画哈，一个姑娘旁边俩小男孩，小姑娘是我。这个画呢，是我小的时候来推乐门玩，上到2楼，然后我在那里就遇到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一个男孩，他说话是4个字儿的往外吐字儿，就这个孩子，真害怕呀，好难过啊，别这样喽。他说话是4个字儿的往外吐字儿，好难过啊，别这样喽，太可怕了。白。本人巴力，关门弟子，明白有才，师徒协心，共同制一。您讲话都很有特点啊，4字的。白，他都是4个字说的。所以他是其中跟你玩的一个男孩，那另一个是谁？他喜欢翘脚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翘脚男孩。我，对，真的啊？啊，你是翘脚男孩？对。啊，那你们3个从小就认识啊？但是我完全不记得这段事儿了。是当时玩着玩着就到了上房隔壁，他当时给我们教了一个新的一个游戏，就叫做萝卜蹲。后来呢，想走但又开不了门，我们就很害怕，然后就哭着绝望着就睡着了。我们睡着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很轻柔、很温柔的一个女生的声音，就是后面不小心落到河里的时候，我听到的那个太阳花小姐的声音。哦，这句话是你自己写的是吗？活着就有机会。是我自己把她的话记下来了，就是我在那个河里的时候，她救我。太阳花小姐的话，这个是。对。你们每一个人你们被拉上来的时候，那个救你们起来的人不都说了一个鼓励你们的话吗？对。说活着就有机会的人是太阳花小姐的话，那救你们3个人的人就是太阳花小姐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2个手帕吗？为什么这上面有血啊？这个手帕是我在1月30号的时候，我去到乐爷的房间，然后我发现了那个胸针和那个手镯，然后我就拿我的2个手帕，我就把它包了起来，放在了这个盒里。等我回来以后，发现就是里面的物证，这个手镯和这个胸针都已经不见了。这是我找的那个太阳花是吧？对。所以你认为乐爷把他给杀了？对。因为乐爷他的房间里的这些东西，我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会是乐爷他杀了这个女生？我就觉得说，那个女生她救过我，我一直觉得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所以你也想杀乐爷？是。我信你。我信你。我信你个鬼！我信你。首先，她是我妹妹，是第一点，这是我保持我的人设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她这个说的东西很合理啊。你个 X， 你在这干什么？你这混淆视听。她是我妹妹，我一定要信她的。但是我现在这一轮发现问题最大的我就是你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，我一点不觉得他是凶手，你绝对 X。凶手，你这是胡说八道在这儿。淡定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心里有数了哈。有人吗？哎，有没有人呐？找乐爷啊。乐爷，
找他有什么事儿？您说。找他给他买那个鱼呀。乐爷，我告诉你，乐爷死了。什么？乐爷死了。呀。呀。哎，我觉得有点眼熟啊。你肯定觉得我眼熟。你有？我老在这儿演出，我天天在这儿演出。哎，你跳过河吗？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2年前。对。2月1号。对。你跳的河。对。还有你是去年11月6号跳的河。是。还有你哦，好漂亮！你，和这位小兄弟，你们去年3月2号跳的。是谁救的我们？你难道是你救命恩人？救命恩人！我只爱救我的人，我只爱救我的人。你们3个是自己爬上来的，自己爬上来的。那你看我们跳河，你没有救我们。我吓死了呀！我不知道你们干嘛呀，自己跳下去，自己爬上来。你就这么巧，全部都目睹了这一幕。我在河边钓鱼每天都在那钓鱼。钓鱼啊！确定他们3个是自己爬上来的？我确定，我看到的，我确定。没看见其他人吗？我们跳河的时候没有看见其他人，就是他被个小姑娘救了。我被粉凤凰救了。哎，照片拿来看一下。这个你认识吗？哦，这个是救你的小姑娘啊！对。那你们为什么说被人救了？我是听到声音。那我们印象中就是被人救了呀。鱼怎么办？谁买啊？你多少钱？你搞得像你有钱似的，你给我掏出1块钱我看看。你买是吧？你给多少？啊，没有，我就问一下。我去别的地方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人要鱼。行，他是客观看到你们3个人爬上来的，那就是确定的一个线索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有别人救你们的这个记忆？而且还话语都很清晰，有点离奇了啊。那要不要去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上房看看？要去，一定要去。上房在哪里啊？走，上去找吧。去回忆一下小时候。上房在哪里啊？是这个。这应该是上房隔壁的房间吧？对。仅供上房客人使用。那这个是上房，对吧？上房，这还得想办法打开呢。找应该在钥匙应该在这里。对，先到这个里边找吧。哦，对。哇哦，哇，这个新的环境。哦，上房这不错呀，有台灯，很豪华。哇哦，真好。这儿还得开这个大功率电器，推神秘的吗？推神秘啊，这个应该是要开的。朋友们，这个上面有2把钥匙，又到了动脑筋的时刻了。这钢琴这肯定他得研究研究，这肯定是一块摁。你们能听出来这2个音吗？自小不懂音乐。周可可，这个这不是哆来咪发嗦吗？这不嗦吗？这不哆来咪发吗？嗦发，对，嗦发，嗦发变成那个数字是多少？54。嗦发，沙发。
sofa 沙发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旭哥真的谐音啊，玩这种的可以。我沙发提示你2个沙发。这个乐爷从谐音搞到这个英文了已经。sofa， 我们跟搬家公司似的。快 sofa， 把沙发移开嘛，我们试试呗。来，往外，啥也没有。这个抱枕里没有东西吗？什么也没有。看看这个拉链，对，拉链拉开。什么也没有，这也没有，拉起看看，掏出来是吧？掏出来，拉就完事。哎，这有钥匙啊？真假的？真的是啊，以为是很高级的那种密码。招发是有原因的，厉害哥！这底下写的仓库，隔壁，仓库是隔壁。来人了！你们在我房间里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这是我的房间。你是？认识歌星王传说，哎呀，我的歌迷。哎，你好，柯少帅是吗？你认识我？别的。宁少帅，正是在下，你好。你是推荐最好的采访，天才白有才。哎呦，我人设高起来了。幸会。看着有些面熟，你如果不认识他，你就白在推正混了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有些面熟啊，你是八段锦还是巴力啊？八段锦。八段锦是谁呀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了。八段锦，嘉伟，谁？嘉伟是贺家伟，贾伟贺。你到底是嘉伟还是贺少帅？你父亲是谁？你认识我吗？不记得。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，你们都不应该进来。钥匙拿了没？出去。走。嘉伟出去。嘉伟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推神秘的房间，谁都不能进来。哦，推神秘。你是推神秘啊？那位上房的客人不简单。从这个上房客人出现之后，推乐门就开始盈利，然后生意火爆。飞升名单记录了所有推乐门的歌女，像筛查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推神秘的严选。歌星的招募，年满18岁，无亲无故，只是女性。这个推神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是八段锦还是巴力啊？你到底是嘉伟还是贺少帅？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信上场。眼镜一戴，人人爱，智能助手悄悄来，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。又开始念问号，开始推理吧，一起推图不多的真与假是能摸瓜。黑云映，雪雨滴，推针笼罩迷雾里，小阳神，烛火摇，挂着影子多一句。放声起，脚步急，那些藏进烟烟去，真相映无声的夜里无痕迹。把银河想起同调解密这道题，
隐藏着双重。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，和推理团一起探索推真的秘密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参与节目话题讨论。新浪新闻、QQ 超级粉丝团、星办、丽丽城传媒、碰星、星芒、X 先生、乌有岛沉浸游戏体验馆。他无力回答。